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单元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物流中心配置这么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我们将聚焦在物流作业里面的相关区域包含有哪一些？哪些区域呢？跟哪些区域的相互的关联性又如何？空间的配置上又包含有哪些形式可以来应用？期盼通过这样的一个章节呢，我们让各位同学有更清楚的一个认识。紧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物流作业的相关区域包含哪一些？它将被包含了进货业台，也就是俗话说的码头，以及停车场。另外是包含进货储存区、储存保管区、流通加工区、拣货区、包装、出货暂存区、出货业台，也就是出货码头，以及停车场用地及退货的暂存区域。我们来看看呢，实务上物流作业相关区域在实务界呢是怎么来配置。从画面上的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得到，进货码头在右下角这个区位，紧邻它的呢是暂存区。这个暂存区呢是等待品管人员来做品质的抽验。那抽验完成以后呢，你看它往右边走的时候是自动仓储的储存区域，往前方走的时候呢，是一个传统的料架区。所以依照产品不同特性，应该储存在常温区，还是储存在恒温区，还是要低温区啊？所以紧接着就是下一个操作流程的下一个阶段需要的区域。往左边走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中间有个流通加工区，因为储存过程可能依照顾客的订货的指定需求，你可能要出来贴上标价，或是贴上条码，或是做相关的组装。那流通加工区左手边呢，往前走就属于顾客的订单的出货处理的部分，包含零箱线作业区，包含整箱线的作业区，包含拣货完成以后的包装期，因为配送区域的难度需要强化包装与否。接着呢，就相关往前走，一路到出货的集货到配货出货的一个码头。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位置的考量，完全是依照整个作业流程的一个顺畅度来做。假设我们现在把上面的区域呢做一个前后左右的对调，你就会发现，运作起来就相对不顺，路径会变大。所以在这个相关作业的区域，完全要考量的是整个作业程序的一个路顺跟相关的一个流畅性。在我们看过物流作业相关区域的平面图之后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段实务运作的俯瞰影片。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物流相关作业区域呢，做一个重点性的一个介绍。有关于进货码头所谓的业台的部分呢，它是一个仓储作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它相对的重要。一旦这个起点你定下来以后，后面的相关区域的一个路顺呢，就会受到影响。那这个进货码头呢，它会包含了货柜车，也有可能包含一般车的一个进货。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关注的是，它的码头因为各种货车的高度不一样，所以普遍这个地方我们会设置那种升降码头，可以匹配不同车辆的一个高度。接着呢，进货业台呢还要考虑到卸货的方便性跟防雨的一个措施，因为呢你卸货越方便，效率就越好。当然过程也要顾虑到品质，不能被雨水淋湿。接着呢，我们来看看进货暂存区。那进货暂存区呢，就是一个等待检验的一个区域，因为检验如果合格了，就准备上架去储存，同时呢要更新账务的状态。它是一个允收可卖的良品。相反的，如果今天检验不合格的时候呢，它可能准备要退货，所以你在状态货品的一个仓储系统的标示上，就要属于一个坏品或者退货品的一个标示，避免了系统误卖出去给顾客。那最后呢，当然在进货暂存期还是要考虑到它整个阻隔的一个安全。不止的相关前述的防疫，你还考虑到这个失窃啊，相关保全阻隔的一个问题。接着呢，储存保管区呢，一般会分为比较自动化的自动仓储系统，所谓的 ASS 区域，完全自动化、无人化的作业。
当然，如果规模量不够大，也可能使用很传统的一个重型料架，开着堆高机去做储存的这种重型料架的一个区域。那主要在储存上要关注的是，确保商品的数量、储存量的正确性，同时呢，要维持商品的可用性的品质良好。因为在储存区域，你要考虑到要不要温度控制，要不要湿度控制。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希望在储存的这3个月或3个礼拜过程里面，产品的品质不良或是品质腐坏啊，这都是要高度去关注的。接着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流通加工区。流通加工区呢，它是一个很弹性的一个工作区域。怎么说呢？因为流通加工过程有可能是很简单的加工，只是贴一个价格标而已；也有可能只是很单纯的贴一个条码标而已。但是也有可能是很复杂的，组装成一个安全无虞又外表很亮丽的一个礼盒。所以它有可能它的工序是2个步骤，也有可能是20个步骤。所以它的流通加工机呢，就要保持高度的弹性啊，以便于在领料过程、产品材料的摆放空间无虞，同时又配合加工的顺序相当顺畅。加工完成以后呢，当然会分为2个出路，一个是继续储存等待来销售，另外一个是直接就出货啊，这是2个步骤。接着呢，我们来看看拣货区。拣货区呢，一般会分为零散的拣货跟整箱拣货。所谓零散拣货是指目前一般消费者都不希望大量买进货品，所以我可能只是买个2罐洗发精、1瓶润湿精，他不会一次买1整箱。相反的，也有些是属于店铺销售的。如果你的顾客群是属于 B to B 的店铺销售，有可能他进货是整箱为单位。所以呢，在拣货区，一般我们会区分为B to B 或 B to C 这样一个零散拣货，或者是整箱拣货。当然，这也是可能会因为那个产品的畅销品跟滞销品的差别而有不同的分类。接着呢，我们要探讨拣货区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拣货区一般占着物流中心大概30%以上的人力，也就是整个物流中心可能有10个单位甚至20个单位，但光拣货这个区域呢，这个单位就占了几乎30%以上的人力，所以它耗用大量的人力。为了解决这样的人力负荷的问题呢，普遍的企业在规模量达到一定水准以后，就会采取相关的电脑辅助拣货系统，或者是标签拣货系统。那它的目的就是提升你的拣货效能。本来今天应付这一些订单量要30个人力，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先进辅助拣货系统，从30个人力下降到10个人力，甚至5个人力啊。所以这是目前业界所采用的。那至于整箱拣货的部分呢，一般都会设置在重型料架的最底层，因为呢，这样快速的出货可以提升效率。啊，以上呢是针对拣货的注意事项，希望提醒给同学特别留意。接着呢，我们来探讨包装区。这个区域呢，一般用在拣货完成以后，再次来检验跟确认的区域，也就是确认前面拣货出来的品质正确性如何啊，避免出到顾客手上的时候才发现货品是错误的。所以包装出有再次检验的这样的功能。那很多的物流中心呢，为了确保这个物流箱的一个品质呢，所以会在内部使用专用的拣货物流箱。等到呢要出货的前一刻，再把它转换成出货的货箱，要的就是确保在这个出货箱在仓储的作业空间里面呢，没有被损坏的疑虑。那在这个包装区呢，同时还要注意一点的是，在拣货过程，尤其现在 B to C 的一个销售模式比较风险的情况下呢，都充满每一个货箱都上面有顾客的姓名、地址、电话各类的资料。那是在个人资料保护法施行了以后呢，就要特别的关注啊，避免过多的个人资料、不必要的资料暴露在货箱上面，这是我们值得来留意提醒的部分。接着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区域，出货暂存区。出货暂存区呢，一般是在拣货完成以后，等待出货商品的一个暂存的一个区域。那一般来讲，都会用路线来区分，比方这条线是北部的配送路线。这条路线是要配中部的路线，甚至呢，有些大的县市会依乡镇来区分都有可能。不过普遍都会关注到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货车你载的是好几个卸货地点，要考虑的是你要先下货的那个点，你要最后才上车，也就是货车尾门一打开的时候，就是属于优先要下车。所以你今天要配送，假设你配送顺序是 A、B、C、D、E 5个点，
你这个 A 要卸货的这个点是第一个卸货的点，你要最后再装上车啊，所以所谓的先下货者先后上车就是这个道理。再来是出货品管的抽验标准呢，一般呢在这个地方也要被落实，因为暂存区的地方就是唯一最后一个把关抽验的一个区域，所以每个公司都依照它的品质需求会做一个抽验的一个政策。接着是出货码头，也就是月台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呢很关键的是一个责任交接的区域，让仓管人员跟配送的物流公司做一个交接的地方，那对点责任顺利的移转啊，数量一签认以后，责任就相当清楚。但这个区域呢，也要留意的是装货的一个方便性，因为出货的货车也有可能是大货车，它可能高度车斗是1米多，也有可能是小货车就近邻近的乡镇，可能是小货车，可能不到1米，所以呢，这个方便性就相对重要。所以一般出货这个地方的码头的设计弹性高度也要相当留意。那当然，另外一个是防雨的措施也要留意啊。这个实务上呢，如果这个在风大的情形下呢，有可能雨会飘进整个进货的码头，而影响到货箱的一个强度。接着呢，我们来看看退货的暂存区。一般退货的部分呢，暂存区有2个功能，一个是退货的点收，再来是一个分类的动作，这2个主要功能。那一般呢，会依照商品的特性来考虑退货的地方设置良好的地点。有些尤其有味道渲染，有些有食品有微生物的污染的问题，就要考虑到好品跟坏品退货品要区分成2个地方来独立保存啊。这是目前在退货暂存区分区保存啊，一般会顾虑到这样的一个管理重点。经过前述物流空间配置的相关介绍，同学们是不是对这个主题有更清楚了呢？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拜拜。